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建造喜马拉雅跨国通道对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人民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将视角放到全球范围。众所周知，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三大山脉，分别阻碍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它们分别是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把欧洲分割为南欧和北欧，安第斯山脉则把南美洲太平洋沿海的智利和南美洲的大国阿根廷阻断。喜马拉雅山脉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亚大陆和南亚大陆一分为二。我们先来看横贯阿尔卑斯山脉的通道。根据瑞士安伯格公司肖苏安博士的最近统计，阿尔卑斯山脉共有10多条贯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公路和铁路通道，它们分别位于瑞士、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这些通道穿越阿尔卑斯山脉，把南欧和北欧连接在一起，为欧洲的一体化和欧盟的形成创造了地理条件。在建造这10多条通道的过程中，瑞士、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积累了丰富的隧道工程经验，创造了开挖隧道的现代化设计理念、施工方法和新型材料，确立了这些国家在全球隧道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同行所熟悉的新奥法。路图所示，竖坐标是围沿压力，横坐标是围沿变形，也就是隧道变形。曲线1告诉我们，当隧道断面开始变形时，围沿压力会随之明显减少。然而，当变形没有限制，围沿压力则因松动而增加。曲线2表示，如果隧道撑体能够在围沿压力最小的时候充分工作，则会达到衬气受力最小的效果。新奥法的理念是，当围沿压力很大时，我们可以让围沿支付适当退让，也就是让围沿释放一定量变形的前提，换取围沿减少对隧道衬气的压力。这种围沿变形有限制，对围沿的支付也有时效。显然，新奥法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是定量的，也是普世的。同时，新奥法也是技术，因为它需要隧道人通过设备、仪器等资源和手段，对开挖后的隧道周边围沿加以控制。其实，新奥法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哲学观。隧道人以敬畏自然的态度开挖隧道，明白不让深埋在岩石中的隧道周边围沿有任何变形的态度，不仅狂妄，也无法实现。正可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这种退一步也是有原则的，失去了底线，隧道撑体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如果以这种哲学观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会发现，不放弃原则的忍让会使生活少了很多阻力。接下来我们简单地聊一下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跨国通道，它将智利和阿根廷分隔在两侧，使得阿根廷无法融入太平洋国家经济圈，也阻碍了智利成为大西洋国家经济圈。近年来，连通智利和阿根廷的横穿安第斯山脉的隧道已经启动设计方案。可以预见，安第斯山脉的建设者应该是参与过阿尔卑斯山脉的隧道人。隧道人在阿尔卑斯山脉积累的经验，将能在安第斯山脉获得进一步的应用。最后，让我们看一下喜马拉雅山脉的跨国通道。喜马拉雅山脉是三大山脉中最年轻的山脉，由于印度板块仍然在不断地挤压欧亚板块，导致喜马拉雅山脉不断地升高，有110多座山峰高达或超过海拔7350米，其中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10座位于此。2020年，中尼两国测得的珠峰最新数据是海拔8848.86米，长达30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
阻断了东亚和南亚的陆路沟通，而喜马拉雅两侧的人口数量远超阿尔卑斯山脉和安第斯山脉，也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修建中尼跨国通道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沿线区域新构造运动，而且沿线水热条件变化大，冰川活动强，崩塌、滑坡、山洪、泥石流分布广泛，极端降雨和升温加剧了崩塌、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的频次。自有地震记录以来，喜马拉雅地区就有9次 7.5 级以上的大地震，5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2015年发生在尼泊尔的大地震达到8.1级。我们团队早在2012年就对喜马拉雅两侧开展了现场调查，曾经遭遇前后都有泥石流，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车，赤脚爬出泥石流区域。当地的尼泊尔人告诉我们，河边的一块高达2米的巨石居然来自对岸的山坡。喜马拉雅两侧建造隧道的困难是不同的。我们中国隧道人已经积累了高原地区建设桥隧的丰富经验，但喜马拉雅通道建设要面临3000多米的海拔高差，这意味着隧道走向必须左右来回摆动，才能达到铁路设计要求的纵坡上限，这就大大增加了隧道的建设长度。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次节目我将向大家介绍为何中尼铁路的位置是吉隆和加德满都之间。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云说税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